想必大家都已有所耳闻，6月28日下午2点左右，美国海军的林肯号又发生火灾了。这次起火的位置是航母的应急发电机舱，不过好在舰上人员组织灭火行动迅速，没有人员伤亡。目前美国海军正在评估受损情况，但不得不说，近些年来美国海军军舰像是倒了大霉一样，接二连三地发生火灾事故。火力军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20年7月的时候，9天时间就烧了3艘军舰，分别是7月12日爆炸起火的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当初用时4天才被扑灭，在同年11月被美国海军实行退役报废处理。紧接着是7月17日，作为姊妹舰的基萨奇山号两栖攻击舰也突然起火，不过这次火灾持续时间不久，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可就在大家以为结束了，7月20日，仍在舰中的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也突发火灾，导致船只受到轻微损伤。而据不完全统计，近半个世纪来，全球公开报道的军舰火灾多达数百起，这其中有万吨巨舰，有100吨小艇，甚至那些被海水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潜艇也逃不过火灾的侵袭。那海军的军舰们究竟如何救火防火呢？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找到火灾的原因，然后做到对症下药即可。军舰发生火灾的第一大原因就是来自敌人的火力打击，从而引爆自身武器舱、油管等地发生火灾，如日本曾经的大凤号航空母舰。大凤号航空母舰可以说是日本当时最新最好的航母之一，主要特点就是皮实，具有超强的防护性能，光甲板上的特种钢板厚度就有8厘米，最厚的地方更是超过了10厘米，能够经受美军110磅炸弹的轰炸。若是再加上雷达、泡沫灭火系统这些手段，大凤号的防护应该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当时的日军舰队总指挥小泽中将也亲口称赞说，这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然而在大凤号建成后的第3个月，在参加第一次出海时，不沉的大凤号直接被干沉了。更搞笑的是，击沉它的不是什么大群轰炸机，而仅仅是一艘已发生故障的潜艇所发射的一枚鱼雷而已。1944年3月，太平洋战争已快结束，此时日本海军决定聚集全部海军力量，对美军发起一次竭尽全力的反击，试图夺回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1944年6月19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航母大决战——马里亚纳海战爆发，由日本大凤号航母率领其他8艘航母对阵美军14艘航母。6月19日上午8点左右，一艘美国潜艇在巡逻时发现了大凤号，就一口气发射了6枚鱼雷。但是这艘潜艇已经发生故障，6枚鱼雷只有2枚向大凤号打了过去。而日本人的运气也不错，不但发现的比较早，而且当时有一名叫小松关雄的大凤号飞行员在空中看见了鱼雷。为了保护航母，他驾驶飞机一头撞进大海，用自杀的方式与1枚鱼雷同归于尽。但由于大凤号正在逆风起降飞机，无法做出有效规避动作，另外1枚鱼雷直挺挺地击中了大凤号，舰首被炸出一个大洞。当时指挥官小泽中将认为，一个洞而已，凭借大凤号的超强防护能力，完全不需要在意，就命令大凤号继续保持航速，舰载机继续正常起飞作战。但是到了下午3点20分，大凤号的舰体内部突然发出一声闷响，在被鱼雷击中7个小时后，突然爆炸的巨大冲击力把整个甲板都撕裂了，整个船体变成一团火球，火势根本控制不了。然后弹药库和油库连锁发生爆炸，2个小时后，大凤号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沉没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日本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其实那枚鱼雷确实没有造成什么致命伤，但因为鱼雷爆炸力太大，大凤号船舱里的一个航空燃油罐被挤出了一道缝隙，大量的高挥发性航空汽油就从这道缝隙里泄露出来，在空气中形成了一股弥漫的易爆气体。船员也立即汇报了这个情况，最高指挥官小泽中将也下达了处置命令，打碎船上所有玻璃窗户，让全舰通风。然而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完全错误的命令彻底葬送了大凤号。全舰通风了，挥发性气体不仅没飘散出去，反而让易燃气体钻遍了大凤号的每个角落。舰载飞机起降时的一点火星就引起了全舰爆炸。同样的，去年俄军的莫斯科号也是因弹药殉爆发生火灾，从而沉没的。而第2大引发军舰火灾的原因
则来自军舰的不安全状态、不安全行为、不安全属性。简单的说，就是作战舰艇所处环境、所属人员、所用部件等都有可能引发火灾。如军舰的舱室空间狭窄、隔离不足，若是局部着火，加之金属舱壁热传导效果好，很容易引发临近舱室着火，不仅加速火势蔓延，而且给接近火区查明火情带来较大难度，导致舰上的消防人员难以有效展开扑救。其次，低闪点的航空燃油也是航母这类军舰的重大消防隐患。如2003年，俄国海军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刚出海就遭遇火灾，其原因就是使用了低闪点的航空燃料。俄罗斯气温较低，对燃料抗结冰性能要求较高，所以只好选用沸点低、闪点低、火灾风险高的航空燃油，但也对航母燃料处理环节和防火隔离环节都带来了巨大隐患。最后，选择了不耐火烧的舰艇材料和海上交通事故也是引发火灾的原因之一。如1982年马岛海战中的谢菲尔德号为何如此不堪一烧，就是因为其上层建筑都是采用薄型铝合金材料建造的，代替了原来的钢铁装甲。这种材料虽然可以降低船重、提高船速、增加稳定、减少费用，但是它的熔点也从1500摄氏度降低至661摄氏度，而且融化的铝合金可以使火焰燃烧更旺。据幸存者回忆，击中船体的导弹剩余燃料将舰上的电缆和油漆点燃，毒烟滚滚，继而融化物助燃大火向两侧蔓延。逼近弹药的燃料部位，任何努力亦无收效，被迫弃船。此外，现代战争对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现代军舰所安装的电子电气设备越来越多，舰体中布满了电缆光纤，这些易燃物都是火灾的重大帮手，所以舰艇失火往往很难迅速扑灭。如2019年12月，俄海军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在大修时失火，灭火行动用了12个小时。2020年6月，法国海军珍珠号攻击核潜艇突发大火，100多名舰岸消防人员和1艘灭火船共同努力，用了14个小时才将其扑灭。以及刚才提到的好人理查德号烧了4天4夜才罢休。以上这些就是海军舰艇容易发生火灾的原因。那我们该如何救火防火呢？针对敌人火力打击引起了火灾，军舰上都配有损管队的。损管队也叫损害管理队，是舰船的消防队和救护队。一旦船体受伤，损管队冲在最前面，船着火了他们就灭火，船进水了他们就堵窟窿，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船不要沉。在二战中，美国损管队表现得十分强大，甚至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日军会报告多次击沉同一艘军舰。日军飞行员在攻击美军舰船后，眼看损毁严重，即将沉没，于是就列入已击沉名单。但是日军万万没想到的是，美军损管队居然能够将其救活，而这其中就包括有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即便在珊瑚岛海战中被日军喂了至少1枚日军炸弹和无数近湿弹，但依旧存活了下来，更是参加了之后的中途岛海战，保证了在中途岛海战中美军能有3艘而非2艘航母，来迎战日本南云中将的4艘航母。总之，在这次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上，美军损管队起了大作用，让约克城号吸引了日军几乎全部的反攻火力，让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有了安全的输出环境。若非如此，日军本可以凭借绝对力量优势轻易取胜。相反，日军航母可能是没有损管队，主力航母甲板上随便堆满了炸弹和鱼雷，结果被美军轰炸机攻击后，引发这些炸弹的连锁爆炸，所有航母都沉没了。而这种事情在损管员水平很高的美国战舰上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军的损管人员并不是在船受伤之后才开始工作的，他们平时就在不断清除船上的安全隐患，对舰船方方面面极为熟悉，修补工作也极为专业。一旦舰艇严重受损，有经验的飞行员、炮手、舰队长官，甚至普通水手是优先撤离的。但是不管谁走，损管员都不能走，因为他们要尽最后一点努力来保证舰艇不沉。一般来说，一艘舰艇最终沉没时，这艘舰艇上的损管人员应该都全部牺牲了。由此可见，损管队是军舰在战场上安全行驶的重要保障。而针对第二大火灾原因，在这100年间的发展中，现代海军军舰极为重视消防工作，并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可靠的消防体系。
不仅有防、探、灭3招，而且每一个军舰工作人员都经过了基本的消防培训，能服从相关的消防管理。我们先说第一招防，就是在军舰上划分防火区域和使用防火材料。划分防火区域是为了保证在发生火灾事故后能将火势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对于一般军舰来说，设计师会将舰体和上层建筑以一定耐火级别划分为若干纵向防火区，而如果是航母这类大型水面舰艇，设计师还会以甲板为边界设置防火水平区。此外，在舰艇作战室、机要室等关键舱室以及弹药室等高危舱室也会设置防火边界，而不同舱室和防火区域之间还会使用耐火材料进行阻隔。至于舰艇上其他所有的设备外包、家具、玻璃等物件，也都会特意选用阻燃材料，以此来达到防火的目的。第二招探，简单的说，就是在军舰的各个部位布设不同的感温、感烟、感光等传感器，以保证发生火灾时，系统能通过声光信号向全舰人员发出警报，指示火灾发生部位，并为舰艇损管部门提供火灾类型等信息。第三招灭，大致可分为手动灭火和自动灭火2种模式。军舰上有手动灭火，是为了防止火灾探测预警系统发生误报而导致的安全问题。针对着火情况和部位，损管人员会选择不同灭火剂，比较常见的是水、泡沫、卤代烷和2氧化碳。而自动灭火指的是现代军舰上普遍安装的水幕系统，喷头分布在甲板和上层建筑周围，通过细微水流笼罩舰体外围，以达到降温灭火的目的。当然，在所有针对火灾的手段中，火力军觉得最有效的当属对人员的管理。我们在对世界各国海军军舰发生火灾成因进行分析后，就不难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火灾的发生都与军舰或造船厂管理水平有限脱不开关系。事故原因绝大部分是管理混乱、零部件不合格、舰员或工人操作不规范等等。所以，最有效杜绝火灾的方法，应是加强军舰上人员的消防思想建设、工作管理，以及对损管队成员的训练。说白了，火灾就是对一国海军的训练和战备能力。在这方面，美国海军应该是做得最好的。而今，他们还投资了一项高科技训练项目，就是在真实舰船上模拟火灾，从而训练损管队成员的综合反应和处置能力。只有这样舍得下血本训练，才有了如今无敌的航母舰队。好了，关于军舰如何防火救火，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